莫斯科惊魂24小时，乌军炸了一夜。乌俄战场之上，俄军拉了一个大的，原本定好的春季攻势无疾而终。乌克兰不仅挡住了进攻，抢回来的地盘甚至比丢的还多，更是对莫斯科发动前所未有的打击，无人机狂轰24小时。莫斯科经历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夜。战场之外，土耳其也跑出来铁脸开大，硬刚普京，绝不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那么这几天乌俄战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乌克兰又在憋什么大招？3月中旬，泽连斯基官宣了一个重磅消息：俄罗斯原本计划在2026年3月发动的春季攻势已经彻底黄了，不但没打出效果，反而让乌克兰秀了一把防守反击。从2026年2月开始，乌克兰在1个月内收复了285.6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俄军累死累活只占领了120多平方公里。这是自2024年库尔斯克行动之后，乌克兰首次把主动权抢回自己手里。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也出来证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几乎全部解放。俄军向哈尔科夫和扎波罗尔的推进也被死死摁住，前线打赢了，泽连斯基毫不客气地戳穿了普京的把戏，表示普京压根儿没想过停战，所谓的谈判纯粹是在装模作样。他害怕美国和特朗普施加的压力，假装想谈，其实就是想给乌克兰下最后通牒，顺便为自己霸占领土找个借口。中东打响后，普京高兴坏了，现在正躲在被窝里数钱，因为油价上涨，俄罗斯疯狂回血，短短2周就在中东赚了大概100亿美元。这可是笔巨款，大大抵消了之前美欧制裁以及乌克兰轰炸俄罗斯能源设施所造成的经济赤字。为了赚更多的钱继续战争，普京装都不装了，直接跟伊朗穿一条裤子，把俄罗斯零件和无人机技术授权给伊朗，然后伊朗拿去炸美军基地和中东邻国。乌克兰情报部门已经拿到100%的证据，甚至公开喊话，我们有顶级的反无人机专家，给中东兄弟们支招。目前泽连斯基已经证实向中东派遣了201名顶级专家，除了在前线硬刚和外交嘲讽，乌克兰这次还直接把火烧到了普京老家。莫斯科遭受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波空袭。据俄罗斯自己人透露，从3月15日晚上开始，乌军的无人机就跟下饺子一样飞向莫斯科核心区，足足炸了24个小时。市区里巨响不断，防空系统也是满负荷运转，机场全部停摆，航班延误取消一大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站出来拍胸脯保证，说我们击落了全部250架无人机，绝对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结果牛皮刚吹完就被打脸了，又有3架乌克兰无人机当着他的面砸向了莫斯科。当地居民在网上表示，爆炸声听得一清二楚，从网上的照片也能看出来，克里姆林宫周围已经摆满了机动防空火力小组，可见俄罗斯这次是真的慌了。乌克兰这波操作可谓是杀人诛心，释放了2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首先就是告诉全世界，别光盯着中东，看我这边，这儿还打着呢。当然，重点还是削弱俄罗斯，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乌克兰2026年的主基调就是攻击莫斯科核心区。在乌军的打击下，倒霉的不止莫斯科，别尔哥罗德的变电站被乌军导弹直接命中，市区断水、断电、断暖气，能源系统被彻底瘫痪。南边的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也没逃掉，拉宾斯克油库被炸，几十米高的火球冲天而起，大火直接烧到了天亮。就在这炮火连天的时候，乌俄前线上演了一出极其热血的复仇剧。在红军村附近，乌克兰第79空降旅的伞兵把俄罗斯第5摩托化步兵旅奥普洛特营给打崩了，全歼了他们的第2营。俄军指挥部连夜把剩下的残兵败将撤下来，调其他部队来填补战壕。就火力军来说，这是一场跨越12年的复仇之战。有的朋友应该知道，奥普洛特这个营是以前被干掉的亲俄武装头目扎哈尔琴科命名的。早在2014年的顿涅茨克机场保卫战中，他们就和乌军死磕过。而当年死守机场被外界称为赛博格的，正是这支乌克兰第79旅的伞兵。时隔12年，这对老冤家再次在战场上碰面。这一次，全副武装的赛博格直接给俄罗斯上了一课，一波带走，打散奥普洛特营建制。只能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在防御方面，为了保障前线的后勤和伤员撤离，乌克兰最近又整了个大工程，要在约600公里的前线生命线上拉起一张反无人机防护网。简单来说，就是给补给公路罩上一层铁布衫，用来网住或者弹开俄罗斯无人机，防止他们撞击撤离的车辆和人员。这事儿由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部、国防部和卫生部联合操办，预算高达128亿格里夫纳，约合3亿美元。实话实说，这钱花得挺值的，花在刀刃上了。比起装甲车被炸、后勤被掐断，花钱反而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乌克兰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国防部长表示，到2026年底，他们还要再建4000公里的防护网。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在疯狂修路，要把冬天的烂路全铺平。自年初以来，已经修了超过51.8万平方米。
3月底更是要把维修速度拉升到每天修15万平方米，主打一个哪怕打着仗，物流也必须顺畅。最后，咱们再来聊聊一个狠人——土耳其。2026年3月16日，正是克里米亚被非法吞并12周年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候，土耳其直接踢脸开大，重申绝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直接把2014年那场所谓的公投定性为违反国际法，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想当年那场公投没有国际监督，枪管子顶在脑门上，搞出了个95.5%的支持率，完全就是纯欺负老实人。联合国大会当年以100票赞成、11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决议，明确否定公投合法性，但俄罗斯不认。土耳其这次不跟风，不和稀泥。埃尔多安政府虽然跟俄罗斯做生意、搞能源，但在领土主权这种底线问题上，那是寸步不让。这态度比口头谴责有分量多了。不过，火力军还是希望其他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乌俄战争爆发后，俄罗斯故技重施，占领了乌东四地大多数地区。现在的莫斯科计划在2045年前将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转变为定居中心。总的来说，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个春天确实很难熬。原本计划好的春季攻势变成了防守反击，莫斯科核心区成了无人机的打卡圣地，连土耳其都不给俄罗斯面子。12年过去了，俄罗斯原本以为靠时间能把生米煮成熟饭，但土耳其的声明证明一件事：非法吞并永远非法。火力军估计，乌克兰接下来会把更多精力放在袭扰俄罗斯本土上，只要后方起火，前线的压力自然就小了。至于普京那所谓的和谈，大家听听就算了，别当真。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俄战线会如何发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